男嘉宾龙先生，23岁，来自湖南，人事工作；女嘉宾钟女士，21岁，来自湖南，销售。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啊！今儿是谁要来的？今天是我带他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要干嘛？其实我们两个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他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管着我，我感觉他作为一个女孩子，没有女生温柔的一面，反而太过于强势。他怎么个强势法啊？像生活中的小事的话，每天我上班回来也好，从外面玩回来也好，他总是要翻我的微信，翻我的通话记录，还有短信，把我手机翻个底朝天。甚至有时候他会去和我朋友试探性的聊天，问我每天做了什么。他就属于那种在家其实就是母老虎那种类型。他这种对于我的不信任，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愿意管着你吗？要不是你整天出去跟别的女孩子看电影啊、玩之类的，你以为我愿意管着你？我和什么女孩子出去干嘛？没有吗？就有一次啊，我们俩就出去吃饭，我吃完饭我就回宿舍了呀。回来之后你是在外面的，我室友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怎么看见你男朋友跟别的女孩子在外面勾肩搭背的？你室友看见那女孩子，她是我妹妹，我身边的朋友都认识我妹妹啊，和她看那个电影，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去看呢？不是什么妹妹啊？就是我的表妹啊，就因为那次之后开始查她的是吧？她总是跟别的女孩子，就是在微信上嘛，我不是看了她的微信吗？啊，就跟好多女的就那里聊暧昧的那种话语啊。我没有聊得像你说的那么暧昧，好不好？这是很正常人际交往。而且主持人，我跟你讲，他不仅在生活中这样管着我，在学习中也是一样。大3那年，我们学校要求每人报一门选修课。本来我和我的朋友商量好是准备去报环境保护的选修课，但是他呢，他报的是健美操课程，然后他就偷偷登录我账号帮我报的那门课程。已经无法更改了，我只能跟着他一块去学健美操啊。健美操又怎么了？那你陪我学健美操这么难吗？我一个大老爷们和我看其他班那些男孩子学的这也挺好的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和几10个女孩子在一个形体室上课，你觉得合适吗？那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什么好羞涩的？我觉得一般男孩子都不会想上这种课程的，而且这不是我的兴趣。上没上？上了，最后还矫情什么呀？真是。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也从来没给过我面子。有一次我带着他和我室友一块去逛街，我和我的朋友呢本来在前面说的挺好，然后我们聊得挺开心的，他在后面突然就对我吼了一句：“你赶紧给我过来，我鞋带掉了，赶紧给我系一下。”当时我是这个语气吗？你不是这个语气是什么？我也没对你发脾气，我只是很严肃的跟你说了一句话而已。你是怎么说的？我是说我鞋带开了，你怎么还不过来跟我系？就这样子。然后你干嘛了？我当然觉得我跟我好哥们在前面聊得挺好的，他这样说好像就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好像我是他的仆人，不是他的男朋友。我只是让你给我系个鞋带拿个东西啊，这不应该是男朋友该做的吗？系没系？我最后还是系了。不是系了吗？系了你还说什么呀？我就觉得他这种语气让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感觉我在他心目中或许根本就不是男朋友的那种地位。那是什么地位啊？那就是可以随便使唤，他想让我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今天晚上去吃什么，他如果我说的和他说的不一样，他就开始和我发脾气。出去约会不应该是女方该选的吗？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选过一次啊，2年多了，我一直跟着你的口味，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你想去哪里逛街，我就去哪里逛街，你永远只去卖女生衣服的地方。那我没有给你买过吗？你给我买的什么？你给我买的就是在淘宝上买的，我自己有逛街的权利吗？哎，你今天怎么突然有勇气在2年之后爆发了呢？有点像反攻的意思啊。说。我觉得我实在忍受的太久了，他这个脾气如果不改，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这么严重了？对。你们俩现在工作了吗？还是在读书实习阶段呢？工作了，我做的是销售的工作。都在当地啊，湖南当地是吗？对。这不是挺好的吗？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下一步的话，我们如果今天能够把感情挽回好一点，让我们感情和好一点的话，我们会继续在一起。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脾气体现的最不好的一点，他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像主持人我跟你说，他生日那一次，就因为我迟到20多分钟，他当着他所有朋友、闺蜜、室友的面。那是迟到了20分钟吗？明明是1个小时，好不好？就算是我迟到了1个小时，但我至少也是来了。可是那是你迟到的原因是玩游戏啊，你不记得我的生日了。但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也给你带了礼物，
也给你和你的朋友们都赔礼道歉，说是我不对。然后你那个时候是什么脾气？你把我送你的花啪的一下就摔我脸上。那这换做是谁，谁都会生气啊。但你可以吃完饭再说啊，吃完饭再明明就是你的错，你还理了是吧？我是没道理，但是他在他的你是没道理，你还说什么呀？哦，说但是，哎呀，他在他的朋友面前喜欢这样，不顾我的面子啊。然后和我出去的时候，在我的朋友面前也是一样的。前年的暑假，我带着他去凤凰玩了一趟。那时候那边有几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头天晚上是他们请我吃顿饭。然后呢，在饭桌上你一杯我一杯的，我感觉我也喝的挺多了，不行了，我就在推他们的酒。然后他就在干什么？他在桌子上面偷偷掐我说，他说：“可是那时候你才喝了几杯啊？就说不行了，那是你朋友带我们出来玩的呀。”大家玩就要玩的尽兴啊，这么扫面子啊！然后呢？但是我对我自己的酒量清楚啊，我知道我只能喝这么多，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大家也不是喝的不够久啊。但是你那个时候做的什么？他那时候做的什么知道吗？他拿起我的杯子，那是你当时跟个娘们一样，我就替你喝了几杯呗。你替我喝的那是几杯吗？你那天晚上喝的比我还多。后来凌晨1、2点的时候还在闹肚子，你知道吗？你要这么逞强干什么？他这样搞得我以后都不好意思叫我那几个朋友去吃饭。我那几个朋友吃完那顿饭，第二天和我说，他说你女朋友怎么比你还能喝呢？是不是比你能喝呀？他不是比我能喝，他是比我能逞强。哦，我觉得他非常不理智。喝多了是吗？对，所以心疼他是吧？对，这是为你好，姑娘，是喝多了？是喝多了。你干嘛要那个强呢？但是我的酒量是比他好一点。我发现你好像对女人也不是特尊重哈。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刚才说什么了吗？你说的像什么一样？像娘们一样。哎，所以啊，还有别的吗？就诉苦，你看我们之间的这种小的矛盾太多了，但其实真正的导火索还是去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工作事情，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那时候我按照我家人的想法，准备留在湖南本地工作，但是他呢，他只想着去深圳、广州。我觉得我们刚刚毕业就应该脚踏实地一点。那我学的专业就是机场管理啊，既然深圳那边有适合我的工作，我为什么不去啊？但是你也知道啊，我家人并不同意啊。这边也有岗位，虽然待遇没有那边那么好。那我就是觉得那边比这边发展前景大。然后我们因为工作事情，几乎每天要吵3次，到后面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他就搞得他一个人跑去深圳那边工作了，要不是在学校那边找到了她的闺蜜去问清楚了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后来我就带着她的闺蜜一块去深圳，然后我那天下午在他公司楼下等着他下班，他下班下来看到我，马上就回头了。那当时我不想看到你。后来呢？后来我既然来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他谈一谈啊。然后我就跟着他走到他住的地方，他还是不愿意回头和我说任何一句话，哪怕一个招呼也不行。就是他回家了，他要打个招呼也不行，他就把门哐的一声关上了。我觉得他总会下来的，我就在他宿舍楼底下一直等着他。那我当时不是下来跟你谈了吗？你那是什么时候下来的？第2天早上才下来的。等于这姑娘晾了他一夜是吧？他要是晾了我一夜，能和我好好谈也就算了，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好好谈。那我当时能跟你谈就算不错的了。他当时站在我面前，他在前面走，我跟着他，然后他一边走一边数以前旧账。他一边说这个也是你的错，那个也是你的错。我说好，都是我的错我还要好好劝他。我说以后这些事情我都会更加注意一点，我也可以给你写个保证书，我保证以后在家。你现在说这个保证书啊，你说到这个保证书我就来气。我当时是给你回来了，但是我最后回来就是这件事情。我回来你是个什么样子啊？写什么保证书？我当时在那上面写的是，我说以后我的工资可以全部上交给他还有以后家里的家务事也都归我做，而且我也不会再沉迷玩乐，不玩游戏，也再也不约别的女孩子出去玩。那你做到了吗？我没做吗？你有做到吗？我一回来，你整天不是玩游戏就是睡觉，每天我上完班回来，我还要做家务，我还要做饭给你吃。你不是说上交工资给我的吗？上了吗？我的工资都比你高，你是一个男人吗？我要是想买一个包包、化妆品之类，你买得起吗？你今天托他来的哈？你来干嘛啊？我主要是想，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孩子，虽然我现在工资是没她高，但是她也不能这样践踏我的自尊心。她践踏了你怎么着吧？
刚才他又践踏了，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面儿，对吧？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改，希望今天在这里他能够改掉他身上的一些坏毛病。当然，我也知道我有错，我的工资没有你高，我养不起你。不是，你直接说你今天来干嘛？我今天就是想让他改掉他的坏脾气。人家要不改呢？他如果还是不愿意改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只能走到今天为止了。我没话说。我没话说是什么意思？随便他。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希望女孩能改改。你想得美，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永远把你踩在脚下的女人，忽然因为我们几个人的疏导，摇身一变，对你改变了方法。他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如果在第一次侮辱你的行为发生的时候，你能够告诉他这样不行，我不喜欢这样，可能你们之间的界限就会明确。如果他在用严肃的口吻告诉你说我的鞋带儿开了，你怎么不给我系上？那个时候你能够直接告诉他，你温柔地说我就帮你系。可能你们的相处模式一早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控制，女朋友的脾气也可能可以得到收敛，但是你没有利用好早先出来的每一个气口。而对于女孩来讲，我也不觉得您能改，因为你所讲的这一切，我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再高明的老师都救不了你，因为你缺的不是一个在你看来像男人的男人，你缺的是教养。不是因为一个男人爱你，你就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的。当一个女人打着爱的旗号做着没有教养的事情的时候，她本身就不值得人去尊重和爱。回去以后，我觉得你需要想的真的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好不好，而是我同意一个女孩可以不用有那么高的修养，但请有教养。好，谢谢明达老师啊。何岩老师，女孩子4个字咄咄逼人，男孩子4个字唯唯诺诺。我有的时候跟他生气，你知道吗？我想说你凶什么凶啊？每个孩子都是爹妈生的，父母养的，你冲人家凶什么？但是我一看到他，我就说你愿意。刚刚米娜老师说缺少教养，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鞋带开了，就得他系，你自己没长手啊？他低头的那一刻，他所有的尊严就都掉地上了。你为什么就愿意系呢？主持人一问说：“那你去了没有嘛？”那我还是去了咯。健美操跳了没有嘛？那我还是跳了咯。那今天你想怎么着呢？那我还是道歉咯。你说你是不是活该？所以给到你们2个一些爱情建议，就是男生太懦弱没出息，女生太强势不幸福。最后一句话送给你，我喜欢你不仅仅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我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周岩老师。来，涂老师。其实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并不是爱情，两人在一起倒是像是哥们儿。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在酒桌上说：“哎，你不能喝，你不是个男人，我来喝。”我感觉是2个男人坐在一起，大哥带着二哥，而不是因为为什么来说，女朋友一般都会心疼男朋友。你但凡是见到一个女人，看见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之间有可能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你没看见哪个女人会说打，给我打？那不是女人，也不是女朋友，而我很怀疑是这个男人的仇人，在挑唆。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情。其实我觉得你一定是享受的，如果你不享受，你不可能每一次身不由己的又去劝他，甚至跑到深圳去。我一开始是特别佩服你的那种忍让的精神，到了后来我发现你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但是对于女生说，我觉得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对镜头的时候，你应该是把自己平时的恶言恶语是有一定的放大。你平时可能恶劣，但不至于像今天这么恶劣。如果今天在舞台上也是你100%的表现，那我只能说你这个女生真是脑子笨，情商低呀。不要求你有多温柔，不要求你有多么知书达理，只需要你说一声对不起，放尊重一点。就这样。好，谢谢。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千万不要在你心里有，
就是应该。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经常听到女生说：“哎，难道我的男朋友不应该帮我系鞋带吗？难道你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让着我吗？难道你不应该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吗？”应该这个词不该用。男生啊，女生嘴里说应该，男人心里面那个应该可也不能有啊。一定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开开心心的让两个人向上的那是恋爱，天天互虐的那叫对殴。你们俩还要在一起吗？你想清楚。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我和他在一起这2年，有些事情我自己也不是不明白。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发脾气，他各种埋怨我，我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总应该有磨合期，这一段是很难过。但是后来1年以后，1年半以后，到现在2年多，我发现这个事情可能真的不像我想的这么简单。如果只是单纯的磨合期，也应该早就过了。你跟我在一起这2年，一点也没有改变。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愿意包容你，我也表现出来了。我说我现在可以从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等着你变好的那一面。但是好像再也等不到了。好了，谢谢2位，请回吧。请关门，请开门。打一半，就当作从没有在